哈。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男女老少们，欢迎来到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子瑜的生日派对。鞭炮齐鸣。好，有请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OK， 实习期已过2个月的新手司机。大于小11的首席监护人，即将带着新专辑闪亮登场。我们今天的生日派对的绝对主角子瑜。好，有请我们小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多人呢。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一起度过这个24岁的生日。好，那想问一下小鱼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此刻的心情多少是有些紧张的，因为这个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直播聊聊天了。其实刚开播的时候，真的会有点，我现在有点背后出汗，当然不是真的很热啊。然后呢，其实听说这一次大家准备了很多抽象好玩的环节，所以也很期待今天呢接下来的这个1个小时和大家度过的时间。好，那为了庆祝我们小鱼24岁的生日我们宇宙游乐场限定开园活动声势也是非常之浩大。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些好玩的问题。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小鱼，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在播放一阵强劲的背景音乐啊。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好，请听第一题。OK， 第一题。作为宇宙游乐场的首席主理人，为什么过年期间跟大家剧透的专辑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呢？首先确实是这个专辑的消息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但是这个发送的节奏呢，就是具体的这个要找到关键的问题，那个关键的问题呢，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步骤算了，不跟大家扯。其实这个专辑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张专辑是我人生当中的第1张专辑，所以前期和编曲老师还有制作人老师们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磨合还有沟通，所以在进度上确实耽搁了一会儿，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但是呢，这张专辑真的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而且偷偷告诉大家，这张专辑的所有歌曲已经在前段时间全部都录完了，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拍摄。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镜像稍等，翻过来，这样 OK 了吗？好，好像更奇怪了呢，我整个人现在是歪在这的，确定吗？我感觉现在是这个斜在这没问题。好，那我就要替屏幕前的大家来问一下了。那关于这个新专辑，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可以分享给我们呢？这个新专辑最新的情报，这张专辑的内容跟我有关系。还有吗？我觉得专辑在没发之前还是需要保留一些神秘感。好，了解。那这样，我要替屏幕前的朋友们谋一下福利了。辛苦小鱼来跟屏幕面前的大家玩一个真假话的游戏。你需要说出3句有关新专辑的情报，其中2句话是真话，1句话是假话。好，我想想啊。第1句话，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名字。第2句话，这张专辑的其中有一首歌曲和今天这个日子息息相关。第3句话，就是这张专辑有拍摄 MV 的计划。那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呢？就让大家去猜啦。我觉得大家应该，我觉得我说的还是很明显的。
那悬念就留着新专辑见面的时候再揭晓吧。是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作为大鱼和小11的首席监护人，为什么小鱼一直热衷于创作两只猫的表情包，并频频公开大鱼的体重呢？哎呀，首先啊，我给他们拍照并不是为了要给他们制作表情包，单纯是觉得大鱼和小11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不同的一面，可能是忧郁的，可能是酷帅的，也有可能是阳光的、饥饿的，然后肥胖，不是啊，反正它都有很多很多的一面啊。当然，我不否认，我拍照技术可能确实是不太过关啊，可能是确实不太过关，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要给他们制作表情包。其次呢，就是大鱼的体重，就是你知道，看他从小到大，然后一点一点蹲实，很难不想说啊。好，那也有看到大家说两只猫有一点点贪吃，你觉得它俩算贪吃吗？我觉得它是馋，他们两个倒是没有说啊，我今天给它盛了2勺猫粮，然后我今天一个上午就给它全部都吃完了，倒也没到这个程度，他们就是单纯的馋。其实大家看了前段时间大鱼和小11的视频，就会发现其实大鱼呢是需要你给了一些吃的，它才会勉强配合你说啊，我跟你一块拍吧。但是小11会恰恰相反，你不给他吃的呢，他刚开始过来他会说啊，你来跟我玩了，我要跟你玩。但是你给他吃了之后啊，我要吃，他会一个滑翔过来飞到你的面前，然后满脑子就只有吃。了解。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最近这个物料发布以后呀，有看到大家对你健身成果的一些讨论啊，想替大家问一下，小鱼是不是想要练好身材，在下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去展示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第一个呢，是我健身这方面，确实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好，上镜变得更好看一些。对，就是我们尽量说快点摆脱垫肩嘛。其次呢，就是说让自己的体能变得更好，未来跟大家演出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演出，不是什么脱掉，就是不好意思，一下看到念出来了那个，就是可以就是演更多的歌曲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健身的一个目标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我健身目标呢，第一个是为了减脂，就是控制自己的肌肉啊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消肿。其实呢，大家总说怕我练得太壮，其实我自己的目标也是为了说自己稍微的身材上就是能显现，就是说那种叫什么脱衣有肉穿衣有型，对，是这个样子，是的，没有错。然后呢，其实我也知道大家想要的那种可能是比较清爽一些的身形，放心好了，其实我也不是说我很喜欢那种很壮实的，我有自己喜欢的，我也不会练很过，放心好了。OK， 那我们这个访问环节就暂时先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宇宙游乐园今日开园，也有很多的游戏来让我们小鱼去参与。好，让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部分的游戏规则。我们一共准备了3轮的任务卡，每一张任务卡呢对应一个游戏，每完成一个游戏任务呢，就会解锁对应的奖励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请小鱼领取第1轮的任务卡。好的，我拿到第1轮的任务卡。第1轮的任务卡呢是倍速小鱼，请以0.5倍速、1倍速、1.5倍速、2倍速完成求佛 DJ 版的手术。哇，想想上一次是去年生日的时候直播，这一次24岁的生日直播，我们重新把这个求佛 come back 回来。好，那我们准备一下音乐啊。我们先从这个1倍速开始。1倍速，我想一下啊，好来。1倍速。希望可以让我想念，我的路能再见面。我在昨天苦求了7000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0.5倍速。0.5倍速。希望可以让我想念。
OK， 想起来了。好匆忙，哇，手忙脚乱。相信屏幕前的大家应该都看过瘾了，感觉好久没有跳，有点生疏了。那我们后续是不是可以满足一下屏幕面前大家的一些想法呢？接下来可以多拍一些手术呢？是，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多多的给大家再多拍一些手术。好，那小鱼已经完成这轮游戏了嘛？我们看一下对应的奖励是什么呢？请小鱼撕开任务卡的背后。哦，它背后还有。哦，这个是要撕开的。对，我以为是 logo。我看一下啊。来，下课卷，凭此卷可提前在架子鼓课、声乐课、乐理课等课时提前下课，但使用前需和老师们沟通。哇哦，哇哦，这个是好东西啊！这个我这样都好。哎呀，但是我觉得课上都上了，提前下课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对吧？那咱们都来上课了，这有用，但是不多。既然但你给我了，我觉得它就是礼物。好，我们来请小鱼领取下一张任务卡。最让我头疼的可就是乐理了。啊！我现在能不能直接撕开？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于爱记歌词，请根据已播放的歌曲片段接唱出后面正确的歌词。你觉得对于自己的歌，你的记歌词的能力如何呀？我自己记的歌词的能力，其实我会觉得，有些歌曲演出，然后反复的演了之后，我会很熟悉。但是有些歌曲还没有演的话，可能就没有像其他演过的歌曲那么熟悉，会出现一些忘词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在游戏里出现的这几首歌啊，都是你这半年内发行过但是没有在演唱会上表演过的歌曲。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熟练程度吧。有点紧张了。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在播放音乐喽。放。其实生于蒙蒙，天也无情，地无穷，高楼望断，轻摇途中，盼我吹下颗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回天涯。什么词来着？等一下，没关系啊，这个是过了，音乐停了，后面都不算，对吧？对。那我们就恭喜小鱼接唱成功。OK。我们看下一首歌。过了第一关，你过关。第二个。来看下一首。高不至于少年莫负好光阴，见若不明何处听龙吟。仰天大笑出门去，将就小借了万里云，似是有情，已化作催火的雨。刀剑相依，无垢照影，寒霜中独行，少年热血此刻烈玄冰，光沙漫卷。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我还记得。还有点紧张。感觉没唱过瘾，对不对？不是，感觉现在声音很紧张，就好。那我们就留着机会在未来的舞台上再把这首歌带给大家。真的吗？好，我们来看下一首歌。OK。你快快走好，现在装备藏惩罚，橘子微笑雨一场，宇宙是游乐场，想去哪就去哪，别管它几点啦，快乐是时间吹得泡泡风浪，海底
穷南瓜，和世界找个家，快乐是使劲跳动的那样，听了它很像性别念想，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后面是掉落的糖，然后什么魔法特效啊？哎呀，你这好，没关系，没关系，生日嘛，怎么唱都对。真的吗？真的好，真的怎么唱都对吗？我们来看最后一首歌。OK， 最后一首啊，能藏在梦乡，叮当作响，乌篷船趁夜色亮，飘荡水中央，离人穿过青石巷，转个弯走到了石桥上，忽然可见影成双，故乡月正明亮，阿婆在。这个歌很熟啊，因为前段时间也没有前段时间，上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有唱。虽然这首歌呀，在我们之前参加的公益活动上表演过，是的，没错。但其实好多朋友还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这个 live 版本。好，没问题。我们小鱼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演绎一小段，好不好？好，没问题。第一句词好。我想起来了，来吧。会唱的一起可以吗？我可以递麦吗？我唱一句，你们唱一句。我但凡只要是忘了一丁点，我就会。我躺在摇椅上，看屋檐风里摇晃，听柴米声声绕梁，在歌唱。唱晚风吹过麦浪，唱故人去向远方，和谁能归乡？光阴如水流淌，再不及年少模样，转眼间就将那遥远的回望。问思念能有多长？风吹散那些无望，藏在梦乡，叮当作响。乌篷船趁夜色亮，飘荡水，离人穿过青石巷，转个弯走到了石桥上，忽然可见影成双，故乡月正明亮。阿婆在老槐树下，缝着花衣裳，一针一线旧时光，偶尔会抬起头向远望，墙沟的路空荡荡，江空好，接下来大家就要一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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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最高的给你们了。没记住歌词的就是递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合唱。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演唱到这里了。其实是因为这段时间只发这些了。但是未来等这张专辑发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歌曲？好，那我们来请小鱼看一下这一轮的任务奖励是什么吧。好，终于可以撕开了。你知道每次撕这种纸的时候，我都痛恨自己能不要再咬手指了。哎呀，相应奖励不回消息卷，凭此卷在24小时内不回复任何的工作消息。我可以站起来了，感觉。你觉得你回复这个工作群里的消息算积极吗？我觉得我回复工作消息还算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积极了，就是可以说就是只要有问题必然有回应啊。当然了，就是看到了肯定会回复，没看到的情况下就另算。当然没看到只是非常非常偶尔的情况。当然现在工作人员都在现场，大家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爱秒回消息的人？说实话嘛，一个叉，两个叉。3个勾是吗？好，可以，没问题，哈哈，太好了。那你觉得这个券对你来说有用吗？那太有用了，这个真是，那我就是能凭此卷名正言顺的，别来找我，哈哈，你找不到我。好，我们来请小鱼领取最后一张任务卡。 OK， 我们最后一张任务卡。
给我了呀。那个随舞挑战，请在低声后根据所播音乐进行手势舞的演绎。没错，我们把我们有点意思演唱会的随舞挑战搬到了我们生日派对的现场。你还记得我们在演唱会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吗？我记得，我当时在演唱会的形式是我们一开始需要去找我们前方的机器，因为我们前方当时每一场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会3台或者3台以上，然后我要去选择那台正确的机器对它进行演绎。虽然我们这次就一个镜头，但是小鱼能不能加一下演绎就是发现这个镜头再开始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3、2、1开始，在哪里呢？好难猜啊！你在这里。好，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好不好 ？OK， 往后退一点，这样的话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这样，其实没有很夸张，对吧？他还是依然很瘦啊，对吧？来吧，好熟悉的声音，感觉已经开始紧张了呢。下一个。好紧张。下一个。我忘演找镜头了。不管成功与否，对吗？虽然没找镜头，但你的眼神里全是屏幕面前的大家。往前一点。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就是刚刚每次滴声一响的时候，满脑都是我要跳什么来着？我要跳错了怎么办啊？满脑都是这个。然后不出意外的，真的，很崩溃。还好听，很好啊！你觉得你平时拍手势舞的这些视频算快吗？我平时拍手势舞的进度算快，其实不算特别快因为有时候手势舞它这个东西简单吧，因为它只有上半身的肢体动作，但是你说它复杂吧，它很多动作都是可能是重复的，你可能会有的时候跳串了然后一下跳的感觉动一动手臂卡上拍子好像也对，当然这是不对，所以我认为我学手势舞不是很快。好，那我们请小鱼撕开背面来查看这一轮的任务奖励。把谁豆包呼出来了。来，我看看对应奖励凭此券可兑换冲浪体验。冲浪哦！我把衣服调整一下他现在是镜像是这样对，我要反过来很崩溃的老师们，镜像我根本是对着这个东西看，我是反的。好，没关系，我们刚刚说到哪了凭此券可兑换冲浪体验1次，果真吗？当然，保真吗？保真。你确定不会卖我生瓜蛋？但是具体在哪儿冲浪就在意。好，行，没问题。我还不了解你们吗？但是其实确实是自从那个过年的那个出去玩的时候，体验了1次冲浪之后，确实对冲浪这个事情我其实是很有兴趣的。我感觉每次征服一个浪花的时候很有成就感，每次能站起来因为我现在的成就感来源就是我可以从板上站起来，能站起来滑到那边我已经很开心了。好，那我们宇宙游乐场的游戏环节就到这里先暂告一段落OK。
接下来就是我们跟屏幕前的大家互动的一个环节，由判断，对，是非题，那作为我们宇宙游乐场的首席主理人啊，想问一下我们的小鱼，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呢？我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说实话，大家都看着我，不太好回答。我觉得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领导，至少能和员工们打成一片。当然了，不是我打大家。好，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找你过这个 OA 审批，你会过得最快呢？为什么有人说我眼睛真的不大？我想一下 ，OA 审批吗？我觉得我早上过 OA 审批会更快，因为我下午到了公司之后，满脑子想就是什么时候下班，我要赶紧回家吃饭。所以，我认为到了家之后就是晚上了嘛。那晚上谁喊人家过 OA 啊？对吧？那接下来就需要看看，在我们这个游判断环节中，小鱼究竟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啊？游判断，我们这边会公布3个关于小鱼的陈述句，由小鱼比出正确或者错误的手势。好，那我现在要去定义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对吗？是的。好，不好意思，吃得很饱。好，这个是正确，然后这个是错误。好，那上一轮呢，我们给小鱼发放福利了，接下来呢就是给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大家的福利时间了。OK， 如果弹幕有更多的朋友猜中小鱼的答案，我们将从微博明星征集到的互动里，请小鱼随机从里面转出内容，来让小鱼帮大家实现愿望啊！来上道具，老朋友了啊，这个真是老朋友了。这个作为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后台 vlog 的一个常用嘉宾啊，常见嘉宾，这次他重新返场，不错。好，像你先提问题对吗？对。好，那我就先让他出镜。好 ，OK， 那我们请小鱼听题。好，子瑜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件格子衫？好，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测发出来了哦。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发一下猜测。那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格子衫的人，但是我确实是没有仔细详细的去数过自己的家里面到底有几件格子衫，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件格子衫都有它不同的气质，它可能是帅气的，它可能是酷酷的，然后它有可能是那种比较温暖的，它有可能是那种比较阳光的，所以而且它很多设计，你们知道吗？它很多设计小巧思非常的拿捏人，比如说它有的是粗格子，有的是细格子，然后有的印花不一样，有的色彩不一样，我觉得它哪怕有一丁点的不一样，它的整体观感就会不一样。那你最近还爱买格子衫吗？爱买。我现在遇到喜欢的格子衫，我觉得这个好看的格子衫，我一定会买的。是。你感觉刚才大家答对的多吗？我觉得答对挺多的，我刚刚看到一直都是否、错、否。好，那我们小鱼辛苦从扭蛋机里转出互动内容吧。好，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熟悉的声音。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想看小鱼 N 连拍。我没有说谎啊，真的有。哎呀，撕掉了，不会用赔吧？不会的。OK， 好，我们想想啊，第一个我们就这个样子啊，我说好黑呀、来，这样。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第三个这个样子。然后我刚刚有想过，
这个镜像真的搞得我好崩溃啊！我有点就是左右不分了啊，本来就左右不分啊，yeah， 就是啊，我直接比这个吧，哎呦，好崩溃！你们不知道对着镜子，然后啊，算了，没关系。但是是帅的啊，是吗？超帅，超帅，加薪，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小鱼会在家里面给大鱼洗澡。好，我们还是请屏幕前的大家来先发一下自己的猜测。OK， 好，来，咱先发一会儿。好，外面打雷了。哦，好像下雨了，外面下雨了。好，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所以不会再在家里面给大鱼洗澡了。是的，因为其实大家有看过我前段时间带大鱼出去洗过澡，有在家里头会给小11洗过澡。其实呢，我在家里给小11洗澡的时候，还是会感觉他还是会有一些反抗嘛。而且，其实在这方面我确实是没有那么专业，怕自己不专业的操作导致小猫可能会感冒啊或者生病，所以我觉得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在我还没有学会这个专业技能之前，我会尽可能让他们在外面洗澡。但是他们在外面洗澡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陪伴他们，因为是陌生的环境，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害怕，没有安全感。对的。其次呢，就是不是我故意要说大鱼的体重，但是大鱼这个体重就是现在已经是13斤的小猫了，13斤的小肥咪了。也就是说，它真的很实心，你们知道吗？就是每次抱起来的时候，就是起来了。然后我也很害怕，说我给它洗澡的时候，真的你要知道实心的毛啊，这搓的就是很麻烦的，很累，也很担心大鱼会比我先累，然后它完全在那不动，对不对？头疼。但是你之前有在视频里说过对，但是大鱼的这个体重是的，我在视频有说过，大家也去搜过，其实知道豹猫的这个品种呢，要到1岁半才是一个完全成年体，它现在还没有到1岁，虽然说快到1岁了，但还没有到，对，它还是个孩子，你们不要对孩子太攻击，他们只是吃的稍微好了一些。好，那你觉得刚才弹幕里的大家都猜的对吗？我觉得大家猜的还挺对的。行，那我们请小鱼来转动扭蛋机吧。好。OK， 下一个想看小鱼分别比出7和6的手势。哇，刚刚是一起，我们现在就分别比一下，好吧？第一个呢，就是就是呢，是啊，怎么能不是6呢？呀，然后7呢，就是这个是7啊，反过来就是7了呀。它是不是7嘛？你看这样拍起来好奇怪啊，所以就是就不如就这样，好，更直接一点。我们今天生日怎么比都对。我是不是得调一下？你现在迅速的调一下吗？迅速。别管了，很迅速了。好，对，没错，这就是极速小鱼的速度。我能看到实时的，没卡吗？那可能是我这个设备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第3道题。好，小鱼在23岁这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是贵阳音乐节和大家合唱的瞬间。好，我们3、2、1，请小鱼比出手势。我的答案是，等一下，它这个真的很卡哦。我的答案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对，因
因为其实这一年呢，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城市。但是你去回忆一下之后，发现我其实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合唱瞬间，肯定还是贵阳，因为我觉得贵阳那一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就像那天的夕阳，然后那天我们一起合唱的瞬间，我们一起经历点点滴滴，甚至我还专门后面为他定制了一支那个橙红色的麦克风。其实后面每次拿到这支麦克风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在脑海里的画面反复重演，感觉那一刻背后就一直有着大家的支持和爱啊！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把那首《拥抱你的我》唱好，但现场观众大家一直在跟着我一起唱，我觉得那一天是大家完成这首歌。在那一天，可能拥抱你的我不应该叫拥抱你的我觉得那一天它应该叫拥抱我的你们。其实我们刚刚说贵阳的音乐节，我们这一年也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城市，盐城、南京、厦门，各种各样。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现在去回想起来，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对吧？就像是我说一个小细节，就像是我们当时那个南京场的时候，我们开场从那个台下一点点上来，我们在因为南京场是第一场，第一次站在属于我和你们的那个场合去唱歌，我也很紧张。从那个台上上来的时候，但是前面会有一个音球，然后那个大屏幕还没有开，我在孤零零的站着，但是两侧的就是大幕边上的两侧的观众一直在对我打招呼，一直在跟我说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终于出现了。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天哪，我觉得好像真的我要去面对的并非是一场考验，我感觉更像是一次我和大家一份双向奔赴的爱。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合唱那个好想好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当时我把这首歌作为就是那个歌单里的时候，其实没有跟粉丝的朋友们去说，这是当时一个惊喜。所以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听到那个前奏的时候，感觉大家声音一下子能把那个屋顶都能掀翻，我的天哪！然后后面我们还一起唱了那个，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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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我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天哪，超级无敌幸福，是吧？就那个时候真的，不管是每一站都给大家准备新的发色，然后每一次尽可能的都往里头多塞一点小的惊喜，让大家看到这段时间我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岁我们虽然经历了很多，我们一起成长了很多，一起有很多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很动人的分享，相信小鱼此刻的心意，我们屏幕面前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啦。好，那我们这个由判断的小环节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先撤一下道具，好不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把桌面收拾干净。没事啊，开开心心的日子不要哭，不着急。OK， 那我们小鱼刚才也提到了过去一整年的这个经历啊。你对于过去一年里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有没有一个概念呀？其实你要我详细去想，确实没有一个很直接的概念，但是总觉得这一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完成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那我们其实是有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把小鱼从这个去年生日到现在音乐节演唱会的部分做了一个小小的路线，来一起看看吧。我们请上 KT 板。哇哦，天哪！不好意思，磕到牙。我们一张一张看吧，我们从第一张开始看，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得全。哇！
都能看到吗？这一年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啊，我们想想啊，给大家看到这一场大家有印象吗？这个是盐城音乐节，这是人生首场大型音乐节，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第一次哇！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在当时上台之前呢，然后包括在台上的时候，上台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台下会有多少人，然后上去之后，哇，整个人会被冲击到，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很紧张，感觉那个时候腿都在抖，真的没开玩笑，一直在抖。然后后面呢，贵阳音乐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贵阳音乐节是唯一一次演唱了你过得还好吗？后来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就放到演唱会的安可环节作为惊喜跟大家见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安可其实更像是一个给大家的惊喜，你不知道我会去唱什么歌。然后你过得还好吗？它前面会有3个卡片的声音，每次都会那个踩着卡片跟大家最后我们说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跟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所以对于我来说，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也有很多特殊的含义。最后呢，还有呢，就是常州音乐节，那是第一次连续2天2场的舞台。当时就想说，既然是连续2天的话，那我想说让不管是在造型上还是音乐表达上，都给出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2个形象会更好。所以我们采用了2个妆造，2场不一样的歌单。我现在想想，其实觉得大家都还挺惊喜那天的那个，是吧？还有很多 Too Deep 的 solo， 第一次和伴舞老师在天津，然后那个头发，中秋泸州的那个音乐节唱的那个想见你，赣州的第一次首次唱10首歌，你想我们这个是10首歌，盐城才当时是5首，一下我们来看第2章好不好？哇，第2章映入眼帘的就是第一个莆田音乐节首次架子鼓 solo 开场。我天哪，那个时候其实学架子鼓也没有很长时间，然后真的是下定决心，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把架子鼓搬上来。但是大家没有看到昨天晚上给大家发的那个生日礼物，是不是那个趁黎明来临前说爱吧，那个鼓酷不酷？是吧？那我以后就可以说什么，我可以打鼓给你们伴奏，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担心说是我们在比谁的声音更大，那我来做那个演奏者，你们来做这个歌唱者，我们共同去完成一首歌好不好？然后呢，哇，好多，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环节了。杭州音乐节跟告诉大家，我们马上就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紧接着迎来的就是人生首场演唱会，有点意思的开场，南京现在想想，时间过得真的很快，4站一下子就过去，也是后面武汉站第一次连开3天，那时候老师问我说你 OK 吗？你觉得你自己能开3天吗？我觉得说我还想多演1天，我觉得 OK， 所以当时就坚持下来了。包括我们最后的有点意思巡回演唱会第1阶段厦门站的收，哇，其实在那一天我能回想起最后那一天我登台之前走过的那一条道，我会感觉有一种不真实感觉在4站这么快就结束了，第1阶段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们好像所有发生的东西都在昨天，但是一想其实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很幸福。最后其实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从台上下来回去就懵了很久，不知道自己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在那呆的，可能还是沉浸在当时那个演唱会的氛围，太幸福了，多好这1年。那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印记，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其实我可以把它放下吗？可以啊。我先把它放下，这样的话讲话会
其实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想想，这一年过得或许对我来说，从于今天的我而言，可能会让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于去年的某一个时刻，或者很多的时刻，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坚持的瞬间，可能很多的时刻都有想过要放弃，遇到很多的挫折，其实。真的说，要不然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怎么样，但是最后都坚持把它做下来。其实我也很感谢那个曾经一直在坚持的自己，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对未来的生活能够多一点勇气，多一点坚持，多一点信任，坚持做下来，或许真的会收获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惊喜。天哪！好。那除了公开的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准备了另一份的总结，因为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小月也有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好，我们请上 KT 板。耶！哦，可以直接放在这里了。我直接可以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还可以把头放在这儿。好 ，thanks。那我们小月有没有发现这个时间信息现在是隐藏的？是的。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所有的时间信息都是隐藏的，我们要先念一下。待机最长的一天工作了多少个小时？最早开工的时间是？最晚收工的时间是？几点你还在回复工作消息？近一年积累上课加练习时长总计多少？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咯。一个一个来。好，那我们在撕之前咱们先简单的互动一下。当然，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那我总不能一个人自顾自撕完，我说原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待机最长的一天时间工作了多少个小时。这个你有印象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当时拍 Too Deep 的那个舞蹈版 MV 的时候，因为那天我们真的其实蛮早就化完妆，然后和大家都到了那个拍摄的那个棚子里，一直拍到了我记得凌晨3、4点钟。哇，那天真的是所有人都感觉到最后眼睛都直了，就是我们可以撕了吗？好，现在撕开看一下。好，16个小时啊，比我想象的确实是，我就不说多少了。待机最长的一天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没错，就像小鱼刚才讲的，就是在拍摄这个 Too Deep 的时候，你还记得那天的状态吗？我记得啊，其实那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作品，我们要把这首歌拍成一个舞蹈 MV。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冲劲的，但是我们一遍一遍拍。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导演啊、舞蹈老师，还有舞团老师们，其实真的很辛苦，陪着我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去跳、重复去拍。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那一天真的大家都燃尽了自己的所有，我觉得大家都做到那一天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咯。好，最早开工的时间是？最早开工其实我觉得最早开工应该是爬长城那一天，因为我们那一天我们要想说爬长城那一天，第一是因为除了爬长城的拍摄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拍摄，其次呢就是长城那个最早去爬的话不会排队那么多，然后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我记得那天我好像3、4点就出门了。对，那这个时间会不会有出入呢？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出入啊，因为它开工和出发的时间毕竟是不一样的。我总不能说我脚迈出那个家门了，我就开工了，那不太。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揭晓一下。好，那我们最早开工时间是，大家猜一下，我看一下大家猜。其实很多人猜到，有人说了，答对了，确实。5点钟，早上5点。你应该是4点多。对，因为当时住的地方离长城很远，所以我们要先提前找到一个近一点的化妆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出发就会很早。那长城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老远了。那小鱼觉得平时需要早起的工作多？其实我们平时需要早起的工作，很多时候像前段时间的那个练车啊，
自己学车，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很早的起来，但那个时候是很快乐的、很兴奋的。然后后来那个拍那个赶集早市那天也是真的很早，我很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那天早上去了之后，我们赶完集之后，我们拎着大包小包说上车，大家都很默契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倒头就睡，包括我。是，所以我觉得早起工作也会开启一个比较好状态的一天。其实我最近我的状态也是早起了很多，相较于上半年的我。好，那我们早起的工作看完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吧。最晚收工的时间是，那肯定是 Too Deep， 那肯定，那绝对是，因为好像确实是没有比 Too Deep 更晚的时间了。好，那我们请小鱼撕开。好，哎，凌晨3点34，哇，你们居然能准确到时间吗？分钟吗？就是你们掐着点说，好，哥现在收工了，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34分32秒，然后几毫秒，对吧？是这个是吧？是这样，是因为你就是收工以后呢，我们在工作群里发消息，看到那个消息的时间。你们OK， 哇，其实那天真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中间有那么几个小时，感觉大家真的很累了，因为那段时间还是夏天，那时候那个吹那个拉了一个空调机，拉了一个场馆，所有人都在那个空调机下面。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当时喝那个舞团老师们喝那个就是能提神的能量饮料，然后他们把那个一个个能量饮料的小罐子对那个小山似的那么高，真的毫不夸张，比我人还高。就是可想而知，就是其实大家都为此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包括但是我们最后2遍的时候，我感觉大家就是知道，我这2遍跳完我就要收工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跳来，很激动，真的，我也是，拼尽全力的去跳了。对，就是我感觉就是越夜越有精神，越夜越有力气。当然了，回去之后真的就是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看一下什么时间段我们小鱼还在回复工作消息呢？其实我回复工作消息，我晚上回复会比较多啊。那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它应该是指晚上？我大概率是指晚上的，那最晚了呀，我总不能说最晚的回复工作消息是晚上7点。好，我们撕开看一下。OK， 我们看一下，是凌晨1点36分，你们也是的，又是准确到分钟了。1点36分，其实真的还好，我觉得没有很晚那个时间。说实话，我觉得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1点36分睡了吗？也许有的人喜欢早睡了。你们睡了吗？我问的是观众，没问你们。你们搁这点什么头？OK， 其实确实就是我觉得回复消息这个事情，不管多早多晚，只要是我能看到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回复。之前呢，可能还是会出现，比如说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就是可能自己会比较先放脑袋里耗一耗，想一想，再去思考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慢慢的，我自己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因为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到我这里，我给一个回复，我给一个确认，然后这个工作才能会往下进一步的推进。所以第一个呢，是为了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负责；第二个呢，也是对所有外部的合作伙伴负责。是的，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喽。近1年累计上课加练习时长多少分钟？近1年，我先讲一下，这个上课加练习时长是把你的架子鼓课、声乐课、乐理课加在一起的时间。感觉有一种那个邀功的嫌疑。那你觉得会有多长时间？我觉得我觉得会有很长时间，因为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就是生活的节奏内，就是每天不是在上课的路上，就是在上课。每天在车上想的就是我今天要学什么。每次在回去的车上想的时候，我等会儿回去还要练什么。好长一段时间，就感觉每天就是去上学，你知道吗？背这个小书包，背这个小包，我走吧，出发吧，我要去上课了。然后那个包里不是装着台词本，
不是歌词本，就是那个架子鼓的鼓槌啊、静音垫啊、鼓垫儿，然后耳机啊之类的，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时间都是一直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撕开看看。哦，好啊。哇，给大家看一下，22000分钟，这一年积累上课加练习时长约22000分钟。我没有什么概念，我要计算。好，不逗。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呢，它过得快也是快，慢也是慢。因为其实每次在上乐理课的时候就是很煎熬的，上架子鼓课的时候就是很快的，366.66667小时是吗？啊，还是可以。所以啊，我现在想想，真的也很想说，哦，15.2天，可以，好，不用再给我看了。达到我的节奏。OK， 我要说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感觉是不是还学了蛮多东西？对，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说真的能给大家展现的东西，确实就只有那么多。你看我这么长时间，确实是给大家展现了这样架子鼓的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未来也很期待说我可以更自信的把自己学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加油啊！好，那未来这个上课的时间还是会再翻上一番。等一下，那个奖励呢？那个奖励怎么给我收走了呀？现在觉得那个奖励的用处大不大？好像有点大了。对。但是啊，话说回来，还是要多上课的，多上课，多学习嘛。因为我觉得只有在学习，人才能逐步进化。我也有听同事讲说，最近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开始记各种乐理笔记了。因为不是这个乐理笔记，确实是它的那个书面知识啊，然后除了书面知识之外，还有就是磨练自己的耳朵，这个方面确实我特别的欠缺。我自认为我在音乐上还是比较敏感，但是在听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时候，像个音痴。那现在应该是蛮有进步的。不能说，我觉得不算是有很进步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在上课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一个人在付出时间和努力之外，在这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不管是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也好，然后为此备课啊，然后为我上课的老师们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其实也想趁此机会跟每一个对我倾囊相授的各位老师们说一声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这一年啊，教我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没有你们，我真的感觉现在还是个小白。好，那我们也接下来就请小鱼展示一下这个，就是过去一年我们小鱼在重要节点留下的拍立得。这个是拍立得呀！我看你们刚刚藏起来，白天的时候藏的好。因为我白天喜欢瞎逛着，每次他们就是大家都很防着我，就生怕说被我发现了什么东西。好，不玩闹了，我准备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吧！拍立得，大家看完了吗？大家看完让我看着。我看看。跟大家一起看呢。哇！大家一起看我就得这么看了。我说这张是，这张，这张嗨，您看着，这一张哪张是哪张呢？给大家讲讲。这个嗨，您说这个，哎呀，这个它手在这边呢。这个手不好意思，那个镜面，这个是那个睡衣啊，我们那个演唱会当时在后台拍的，然后这个是杂志的时候戴的那个红色的假发。然后这个是什么？不好意思啊，哪个呀？这个是演唱会，当时那场演唱会就是厦门演唱会的时候的那个妆造，我印象很深，拍的很神圣。后面有一个灯光，然后我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我就不说，看你能不能发现吧。我看我能不能发现。没有发现有几张是最近的吗？
哪张？还没发现。你那个转过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弹幕的朋友有没有猜到？我真的就有点近视了，我要不要给它抠出来？我可以，不可以？不太好弄，不太好弄。好，你要不看一下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张的那个？这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个是我今天发过这个图啊，发过这个图呀，是吧？很可惜啊，这件衣服非常的好看啊。原定是想说，不好意思，不能说啊，没有原定。给它扛肩上，这样的话大家看都清楚啊。是不是还有一张呢？是吗？你再找找看哪张呀？你跟挤牙膏似的。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看一下最下面的，我觉得每一张都挺最近的。最左侧的那一张。这张？这张没有印象吗？这张今天也发过，沙漏的那个。是的，沙漏的那个主题。沙漏那张主题，哇！其实你们还私藏了一些，对吗？我们在未来的节点给大家公开啊。OK。好。天哪！现在看看这个，真的这一年经历的事情，都好像浓缩成一个个小的画面，变成照片放在这个里。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能想起，在那个时刻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刻我有怎样的快乐。好，你感觉我们小鱼平时还挺喜欢拍立得的。是。其实我们今天那个生日啊，也准备了拍了很多的拍立得，但是呢，还是要筛一下的，大家不要太过期待。是啊，我们今天我今天真的，今天真的今天真的拍了很多东西啊，拍到我现在感觉整个人就是还在好摆一个 pose 啊，脸往边上去一点啊，眼白回来一点。那按照我们那个小鱼总的这个指示，我们未来这些物料会有节奏的。有节奏的，缓出、优出好出、巧出，是的。好，那这个除了等一下，不是动货，这是什么动货？这是我过去的记忆，这怎么能叫动货？太过分了，真太过分了。行，那接下来我们上一趴新宣的，好吗？来，好，然后那个拍立得可以先撤下啦。你会给我吗？会。好，答应我了。好，我们作为极速小鱼的员工呢，也给我们小鱼总献上一份礼物了。好，来，此刻响起一阵强劲的背景音乐，很强劲。这个不是背景音乐吧？这个是背景音乐。好，请我的耳朵。有请锦旗登场，请小鱼接过礼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份锦旗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叫什么？孜孜不倦，游刃有余。鼓掌。2026年7月，极速小鱼全体员工，大家有心了。我要把这个摆在那个公司的门头啊，就是大家我觉得放在你家更合适，是吧？可以。好 ，OK， 我回来了。好，也跟屏幕前的观众讲一下，我们也给小鱼准备了其他礼物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展示了。救命啊！救命！救一下！是的。但是呢，有一份其他的礼物是现在就可以拆开看一看请小鱼总查收由我们全体员工每个人写的一张贺卡。手写信。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也有这个环节，对吗？我们现在念一下啊。愿子瑜，永远子瑜，不为生活的琐碎而烦恼，不为未到的明天而焦虑，心有亲见明月，万事自在从容。24岁生日，谁写的这个字啊？
看这位同事的这个字迹还是蛮值得细细观赏的。哎呀，这个更是噩梦。今日的乐理课作业视唱练耳10，干什么？不要在生日这么开心的日子讲这种噩耗。认真看，我很认真。生日快乐，新的1岁，多吃肉，少熬夜，耶、然后，认识我是一件很开心、很幸运的事情。这个字写得好，这个字相当好。期待在演唱会上打架子鼓开场的那一天，我觉得是你。好，下一个，生日快乐！不止生日，天天开心，不管大事先睡一觉都会好的。你觉得又是同一位同事写的？就同一位同事写作？我觉得每一张都有一位同事的身影。好，心想事成，平安健康，永远跟歌会在此。我也很期待有一天能够登上舞台。星光璀璨，星河漫漫。我知道是谁，刚刚还查字典呢。不好意思啊，因为现在人都是提笔忘字嘛。做自己的太阳，为自己发光，用心感受开心和幸福，平安快乐，没有烦恼。祝老师生日快乐，愿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太好了，我觉得相较于去年，我们的纸张变多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进步。去年好像这个环节我们没有读这么多，但是今年好多啊！人变多了，整个团队变得更是的，日益壮大。所以我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领导啊，没什么问题啊，对啊。现在不止7个人了。好，那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子瑜的生日派对也接近尾声了。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上一下蛋糕，也请屏幕前的大家来跟小鱼一起庆祝一下生日吧。上蛋糕。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birthday to you, to you。谁同吃了一口啊？设计啊！哇，好丰盛，很熟悉，对吗？啦啦，大家能看到吗？我往后拉一点。哇！这样吧，你们点好拿给我。好等一下，直播间的也可以有明火吗？我们就是在那个结束以后，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满足一下跟屏幕前大家一起过生日的这个想法，好吧？我们就是心中有火，用心火点燃，用心火点燃，大家就假装真的有火，好不好 ？OK， 好，我们请音乐准备一下。从头再来一遍。从头再来一个，可以。很丰盛是吧？美块的感觉，上面都是。祝你生日快乐！他们不能出声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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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开心！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了，我现在许个愿吧。好，我准备吹蜡烛了，准备好，3、2、1。哇！我蛋糕！
没事，我们一会儿就下直播剪了再切了分享给大家。很崩溃啊！放心吧，不会。我刚说完它很丰盛啊。我们也不会浪费的，因为我们人比较多，我们还有其他的蛋糕，一会儿大家每个人都能吃好几块呢。等会儿这个每个人都吃一口啊，不止一口。好。哎呦，我清理一下我的脸颊。好，想问一下我们小鱼刚才许了什么愿望呢？我许的愿望就是说出来就不灵了，但是肯定和屏幕前大家息息相关。是的。好，那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小鱼的生日派对就要暂告一段落啦。那最后，请我们宇宙游乐场主理人，实习期已过2个月的新手司机大鱼小11的首席监护人，还有即将带着新专辑闪亮登场我们今天生日派对的绝对主角子瑜，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哇，会发现我会想说这一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走过了一座一座城市，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歌曲好像现在就都萦绕在我的耳边，不是现在铺底这个 BGM 是让我们一起合唱的那个声音。其实我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想，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运能在23岁这一年能被大家看到，能被大家喜欢，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在这一年里一直督促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能看到大家对我的很多很多很多的爱，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要说多少次感谢可能才能回馈得了大家的爱。我好像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努力的让和大家下次见面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让大家看出自己这段时间哪里有点进步，或者是哪里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好像我们每一次见面就都是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真的也很不想让每一个来到现场能看到我的人，或者是隔着屏幕能看到我的人感觉到失望。然后其实在这个过去的一年里经历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会想如果说没有大家的话，可能我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平稳，不会像我的人生可能确实不会那么明确的目标。觉得在某些时刻，更多的时刻是你们成就了我。所以我真的很想说，真的好像没有你们大鱼和小11都没有办法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也能看到就是大家做的公益项目，我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大家能以这么温暖的方式支持我。其实大家对我的建议然后一些想法我都能看得到，我也都会去吸纳，都会去改正。其实我最近也有刷到说，大家觉得我这段时间的营业次数变少，然后质量内容一般没办法，因为这一段时间第一个呢是时间全部都用来上课，然后学习练习，然后排练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准备这次生日的物料。其实大家能有看到说这次生日物料我们铺得很满，我们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我觉得这一岁24岁这个生日它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度过，所以我们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准备的这次生日。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不是说想要看到我有很多很多次的营业，其实大家更想看到的是我在营业内容上更加的用心，内容的质量上更加的好。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会和工作人员们一起共同努力去改正这个，我们会吸纳这个建议。是的，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建议，我们也能看到大家的想法，包括大家对健身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打个保票，我并不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情况，大家一定放心，大家相信我。好，说完这些，我们就说说新的一岁吧。新的一岁，希望新的一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新的一岁，我可以健健康康的，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还是那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呢能过好现在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基础有余力的情况下，再来支持我。我觉得对自己好要比对我好更重要。是的，然后希望新的一岁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健身也有足够的成果，早日和大家在舞台上见面。真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期待想在舞台上见面。好，那相聚有时，我们就带着期待一起奔赴下一场小鱼跟大家的约定吧。那我们今天生日派对直播就到这里啦，请小鱼来跟大家说再见吧。好，我想想，我们要找回那句熟悉的对白。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没错，今天很幸运也很幸福，能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24岁的生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要告别23岁，迎来24岁，重向25岁。这句话真的今天说了很多遍，但是于我而言，今天或许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于我而言，未来我们会多多见面，也希望自己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在舞台上给大家更多惊喜。那我们下次再见喽，好不好？我们一起过下一个生日、下个生日、下个生日，好吗？好啦，那我们真的要说再见喽，拜拜！期待我们这次的专辑，期待下次的见面，好不好？我要过去说，我可以过去关吗？还记得去年，我走了，大家晚安。